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英国军情6处主管摩尔在伦敦同场现身，这是美英两大情报部门负责人77年来的首次同框，被认为极为罕见。二人还共同发文，一边强调美英稳固的情报伙伴关系，一边炒作所谓中俄威胁。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英国伦敦访问期间，与英国军情6处负责人摩尔出席了一场公开活动。两人看似轻松地坐在沙发上，但讨论的却是极其敏感的情报议题。主办方也做足保密工作，活动开始前甚至无人知晓嘉宾是谁。 I think we've been at the same place, Ruler, but no, I don't think we've ever appeared in public together. 美英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维持逾100年，两国在2战期间就建立起紧密的情报伙伴关系，同为西方最老牌军情同盟5眼联盟成员，如今已经共享情报长达77年之久。但这却是两国两大情报机构负责人首次公开联合露面，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伯恩斯和摩尔都表示，联合露面的一个目的是强调美英关系的牢固性，也是警告世界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的最新举措。 We have no better foreign partner in the world. My agency doesn't than SIS. This is a moment when those partnerships in a very complicated and contested world matters more than ever. 此前与之最类似的场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与英国军情5处负责人曾于2022年在伦敦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这两个部门的主要职责都是处理对内情报事务，应对国家安全危机。相比之下，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承担的则是对外情报任务。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均曾是外交官员。68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但目前从事间谍工作。61岁的摩尔则是职业情报官员出身，此前也曾担任外交官。特殊时期的特殊的会面以及这段时间的频繁的交流和应对，那么其实背后有比较明确的美国国内政治的背景。在这种时候呢，尽可能表现出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才能表现出民主党政府的艰难、民主党政府的应对得当。 民主党政府的存在合理性。出席活动前，两人还联合发表署名文章，其中重点宣扬了两国在情报领域的技术合作，这也是美英情报主管首次联合撰文。文章内容和公开沙龙无异，主要渲染西方世界在21世纪面临的首要威胁。俄乌冲突是重中之重，两人高度评价乌军在战场上的行动，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摩尔称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攻势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伯恩斯则是继续渲染核威胁，声称对于俄总统普京发出的警告不应掉以轻心。 深圳卫视注意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中情局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公开化。据披露，大约在2016年，中情局就在乌克兰开始训练一支名为2245部队的乌克兰精英突击队，负责缴获俄罗斯的无人机和通信设备，以便中情局的技术人员对他们进行逆向工程，破解莫斯科的加密系统。 乌克兰的森林里已经建成一个强大的间谍基地网络，其中包括位于俄乌边境地带的12个秘密据点，均由美国中情局资助，许多情报与英国军情6处共享。此外，伯恩斯曾多次秘密访问乌克兰。去年有媒体捅破了窗户纸，首次报道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伯恩斯的会面。此后，泽连斯基也不再避讳，直接承认乌克兰在美国中情局前没有任何秘密。 伯恩斯最近一次密访基辅是在今年7月，当时他听取了乌方军事行动及与俄和谈计划。然而1个月后，乌克兰突然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把乌克兰的水搅浑把乌克兰的战争的残酷性和可能产生的俄罗斯的核威胁，那么渲染到极致，那么有助于他们把战争继续下去。美英情报系统会不会给予更多的支持？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外界注意到，美英虽极力展现团结，但在中东议题上却存在微妙分歧。伯恩斯和摩尔在文章中表示，他们正努力不懈地推动加沙停火，两大情报机构已经利用其情报渠道，努力推动克制和缓和局势。伯恩斯8月曾前往埃及参加停火谈判，并多次释放协议即将达成的积极信号。英国虽然也是以色列的盟友，但伦敦在本月初暂停了对以色列的部分武器出口。英方认为，向以色列出口某些军事产品存在明显风险。不过，有分析指，虽然英国军情6处是一个老牌情报机构，美英也是非常紧密的伙伴，但如今由于两国实力悬殊，英国军情6处多数时间是在配合美方。
值得警惕的是，美英情报头子虽然将俄乌反恐视作当前最紧迫的威胁，但从长远来看，却将中国定为21世纪的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伯恩斯借着批评俄罗斯扯到了中国，强行拿中俄正常贸易往来说事。但伯恩斯同时承认，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中国援俄。在文章中，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表示，应对中国崛起已经是优先事项。深圳卫视注意到，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已成为美西方情报机构的立牌菜。摩尔在去年7月的一场活动中妄称中国是俄罗斯的同谋，是英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主要威胁，因此英国在中国问题上投入了最多的资源。今年1月，伯恩斯发表长篇评论文章，炒作中国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并宣称仅在过去2年里，美国用于中国的总体预算的百分比增加了1倍多，且正在招聘培训更多会讲中文的雇员，要将对抗中国拓展到中情局的每个角落。他对于中国的其实这些年的，包括在国际上的抹黑呀、污名化，其实一直在进行，只不过这次呢，这个比较公开的去。针对中国来做文章，干涉中国内政这个甚至说把这个希望能把这个台湾问题最后乌克兰化，特别是情报系统这个和军方它是有这个明确的目的的。中国外交部对此曾回应称，感谢伯恩斯的提醒，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做好防范工作，不会让美国的非法行径得逞。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国安部门已经多次披露美国中情局或英国军情六处策反中国人员的案件。去年7月1号，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也已开始施行，这是党的20大后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英情报头子在伦敦罕见公开同台，您对此怎么看呢？您认为双方有什么考量吗？确实，美国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情报方面的工作，与盟友之间也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五眼联盟聚焦情报工作，英国是成员。但是呢，美英为什么要把情报工作所谓的从台下摆上桌面？这样的一个变化，并不是因为近一时期在情报共享以及合作方面，双方取得了这种技术方面的重大的进展，而是从两国来说，在当前的时间点上，强调情报工作以及情报工作在安全战略方面的指向性是各取所需。我们会看到双方之间高调的发生。首先，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两国国内政治都有非常紧迫的需要。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说，当然会看到美国国内的民众更多的聚焦于国内问题，比如关注经济、就业、通胀等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拜登政府希望在外交方面来进行渲染，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使国内政治这种内政问题的压力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强调美国面临外部安全威胁，美国的情报部门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就成为了一个进行预设的重要的议题，是在某种程度的炮制剧情。而另外一方面，对于英国的工党政府来说，也会看到在此前多年，英国国内政治一直在出现着波折。那么对于工党执政的稳定性以及呢获得民众的支持来说，现在强调英国对外政策方面的发力，强调英国在全球的战略目标，以情报为支撑来达到自己的安全目的，那么也是对民众所传递的信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在战略方面都有一些企图。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多考虑到的是当前美式霸权的进一步的延续，所以希望渲染美国外部的安全威胁，同时强调美国和盟友之间通过合作来维护美式霸权所取得的成效。而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在脱欧之后，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脱欧的后遗症，所以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在情报方面的共享，来强调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在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对于工党政府来说，也是在观察英国国内民众的一系列的反应。美英情报头子还在英美联合撰文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此前，伯恩斯也曾撰文披露 CIA 投入大量资源对抗中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确实，说到情报工作，尤其是间谍的工作，我们一般认为往往会保持在桌面之下，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能。那么现在呢，反而是在大肆宣扬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并非西方世界现在已经自乱了阵脚，而是有一系列阴险的设计。首先呢，从设计来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从这种舆论的方面对中国施压，强调西方未来要加强对华攻势，是从方方面面进行，继而呢会观察中方的反应。如果中国自乱阵脚，如果中国内部出现了这种不适当的调整，那么就是正中下怀，所以这是险恶用心之一。
那么第二，也可以看出的是，现在呢，针对中国已经是一张明牌，言必称中国是西方很多政客官员在各种场合都必然要做的动作。所以涉及到情报工作，即使进行遮掩，也无法掩饰实质。中国呢，也不会出现幻想，西方呢会对中国网开一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不如进一步的打明牌，来强调自己在能力方面的优势，进而呢争取对于情报部门更多的预算投入以及未来力量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出的是，这种发生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西方对中国打压遏制围堵，美国呢开展战略竞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所以不断的变换花样，无所不用其极，试图来加强对华攻势。那么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对华情报工作也是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或者是掌握当前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些细节。一方面，美国要对华施压，但另外一方面又担心失控，造成巨大的反噬效果。对华的情报工作服务于美国设定的战略目标，对中国进行削弱围堵的同时，美国不希望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他们同时还联合发声支持乌克兰对俄越境攻击，并继续炒作俄罗斯核武威胁。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种炒作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不光是英美、西方国家、北约都看到乌克兰的越境打击行动是没有达到预期，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他们看到的是，当前乌军在发动行动之后，俄罗斯方面没有按照乌克兰的预期来进行回应，也就是说，俄罗斯没有抽调在乌东前线的精锐部队来投放到库尔斯克地区来调兵进行回应，而是呢加强在乌东的攻势。所以在红军村，也就是乌克兰说的波克罗夫斯克，现在呢应该说乌克兰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旦城镇失守，就意味着可能整个顿巴斯地区面临被俄罗斯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前景。所以现在呢，西方内部对于乌军的越境行动以及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并不看好。但是此时呢，强调乌军对库尔斯克发动的越境打击行动是符合当前战局的需要，当然是希望鼓舞乌军的士气，而同时也是舆论战的方式。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西方特别重视在舆论战、信息战、认知战方面的发力。所以现在呢，通过乌军的越境打击行动，强调西方民主制度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政治制度的所谓的这种压力，强调双方的这种对立。同时呢，也认为乌军的打击行动会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么进而会观察，当释放出相关信息之后，到底对于俄罗斯国内，包括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支持率是否会产生后续的影响。所以显然呢，现在在舆论战方面，西方更多的是指向俄罗斯政权，希望俄罗斯内部发生一系列变化之后，那么会影响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影响最终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博弈的结果。